日本政府计划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政策，对华实施半导体制造装备出口管制。预计管制措施可能最快在今年春季生效。不过，日本政府这一举措将不会特别提及中国，原因是降低遭到中方报复的风险。此前，美日俄三国就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秘密协议，但一直对协议内容讳莫如深。有分析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美国升级芯片战打击了芯片产业的整体效率，世界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各国人民的消费生活品质也必然要受到伤害。日本共同社和时事通讯社等媒体2月5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配合美国打压中国的政策，对华实施半导体制造装备出口管制。日本经济产业省将在近期公布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修正案，并征求日本企业的意见，预计管制措施可能最快在今年春季生效。报道声称，日本政府这一举动将不会特别提到中国，希望能以此降低中国报复的风险。日本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政策，在法律层面是个棘手问题。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日本的出口管理基于外汇法，日本正在管制可转用于武器和军事的消费类产品的出口。要想出口指定的物品和技术，需要获得经济产业大臣的许可。追加对象产品时要修改政省令，如果现行法不支持新限制，还要考虑修改法律，而修改法律最少也需要几个月。那肯定会影响到包括这东京电子的这样主要的半导体企业，他们的对华出口。那影响到他们的对华出口，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逐渐失去了这个对华市场。那这样对他们的这个企业的利润，对他们企业今后的发展会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冲击。那同时对这个中日关系来说，我们说了，这一事件，日本政府把这个经贸问题跟随着美国这个政治化和武器化，会严重的干扰正常的这个中日的这个经贸关系，对这个中日关系来说是雪上加霜。去年10月7号，美国商务部出台一系列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措施，并持续向荷兰、日本等盟国施加压力。今年1月27号，美国、日本和荷兰官员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扩大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并达成秘密协议。日本媒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和荷兰同意配合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出台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并敲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日本共同社称，美国的主要管制对象是制成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尖端技术。日本这次想纳入的管制对象也是类似的产品。美日荷一直拒绝公开神秘协议内容。美国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和荷兰需要时间来修改其法律法规，以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相关措施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相互呼应。半导体制造设备根据制造工序，包括在圆盘形基板上印刻精密电路图形的光刻设备、去除杂质的清洗设备等不同种类。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由排在第1位的美国应用材料公司、第2位的荷兰阿斯麦及排在第3位的日本东兴电子等展开竞争。日本和荷兰的企业拥有不依赖美国技术的产品，因此对华出口不受美国政策限制。实际上，神秘协议体现了美日荷各有算计，彼此防备。纽约时报称，新协议能让这些国家的科技行业处于更平等的地位，防止日本和荷兰的公司争先恐后地夺取被美国公司放弃的中国市场份额。同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也认为，与美国人一样，荷兰人和日本人担心，如果他们退出中国市场，外国竞争对手会取而代之。不过，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出口限制，会让日本和荷兰企业利益受损。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介绍，2021年度对中国的销售额占日本半导体设备出口额的33%，其中东京电子2021财年约2万亿日元合并销售额中，对中国的销售额占26%。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拥有优势，在全球销售额前15名中占据7席，出口管制或将对日本企业造成打击。日本相关企业已感受到寒意。有日本相关制造商表示，即使自己公司的装置不在管制之列，如果中国的设备投资减速，也将间接受到打击。当然，一方面是美国施压的这个结果，但是更主要的是日本自身的因素。日本政府开始更加重视了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这个强化和美国的在外交和安全上的这个同步。那所以说才会呼应这个拜登政府在这个半导体问题上的怎么样呢？对华的这个限制。如果说日本企业失去了中国的半导体
这个市场，那美国显然无法弥补日本因为失去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日本世界半导体市场统计，2021年世界半导体市场规模为5529.6亿美元，2022年为6014.9亿美元。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数字看，2021年中国进口半导体的金额为4427.5亿美元。2022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估计不会比2021年的数额小。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半导体设备投资。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介绍，2020年中国在制造设备的地区销售额中首次位居全球第一。荷兰和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如果相关措施实施，将会对本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促使中国寻求其他供货商并自行研发技术。荷兰电讯报称，中国大陆市场占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去年营收的15%。少了中国买家，虽然短期内对阿斯麦影响不大，但长期而言仍会流失潜力巨大的市场。且禁令将促使中国更积极寻求其他供货商，并自行开发技术，为阿斯麦制造对手。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温宁克此前提出论断，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最终会促使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成功研发出自己的技术。在半导体的材料领域，日本就曾吃过制裁反噬自身的苦头。在光刻胶等感光材料方面，日企捷石雅和东京硬化工业两家企业独占鳌头，和其他数家日企垄断了世界市场的90%。日韩两国发生矛盾时，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经通过禁止向韩国出口光刻胶制裁过韩国。也正是因为安倍的那次制裁，让韩国加大投入研发光刻胶。短短几年间，韩国企业东进世美肯已经实现高端光刻胶的量产，目前正联合三星电子重构光刻胶供应链。这意味着这个曾经被日本企业垄断的市场已经被韩国打破，而日本企业失去的市场已经无法再夺回。美国采取这种措施，实际上是对本身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全球的产业布局和这个协作分工呢造成干扰和冲击，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安全。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号刊登社论，题为《芯片战升级，指向全球化未来》。社论指出，美国拉拢日本与荷兰，要联合阻断中国芯片产业发展潜力。但芯片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经典产物，依靠的是世界众多国家在产业链上的细致分工。把世界工厂和主要市场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势必打击芯片产业的整体效率，进而伤害所有利益攸关方。世界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各国人民的消费生活品质也必然要受到伤害。社论说，芯片生产之复杂，唯有靠全球化才有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在这个特殊的生态系统里掌握全部的技术和材料，因此把中国排除在外，只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共输局面。